我吉吉里那日，池景年带着他的白月光前来退婚。怕婉婉出身贫寒，也是我的此生挚爱，你莫要纠缠，坏了自己名声。父母怕我伤心，将我送去了洛阳3年。再回京城时，池景年已经和叶婉婉成婚2载。谁让你出来丢人现眼的？还不赶紧回府去！青楼就要回京城了，这个接风宴必须是最好的。是。若雪是皇家郡主，又与我交好多年，当年池景年同我退婚时，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我鸣不平。池景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与青罗退婚！总算舍得回来了。青离，武安侯到底只有池景年一个儿子，哪怕他当年行事太过荒唐，也只能由他继承世子之位。我在洛阳也听说过了，武安侯原谅了池景年，如今他又是风光戏月的世子爷了，你是否还……近年来边关不太平，皇帝又仰仗武安侯平乱，你若与池景年继续交恶，并非明智之举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不在意了。何况这次回京，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亲事。武安侯世子池景年到。千帆过尽，物是人非。婚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退婚应由父母做主才是。姐姐何必羞辱我这无父无母之人？总不过是姐姐不想放过我们，拿出父母搪塞罢了。穆青离，收起你虚伪的嘴脸！你明知我父亲不会同意，才这么说的吧？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，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？哪怕婉婉出身贫寒，也是我的此生挚爱。你不要以为自己身份高贵，就端得一副做派，还是大家闺秀。这痴缠做作的样子，还不如路边的乞人。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逆子？敢如此跟你青罗妹妹说话，拿我刑杖来！是婉婉错了，婉婉愿意离开年公子。从今往后，婉婉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碍眼了。求穆小姐大人大量，开恩放过年公子吧。他惯是擅长这种手段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他惯是会用这楚楚可怜的样子将我架在火上烤。青离自知高攀不起武安侯府，愿成全世子，另寻沧海。你我还有自幼长大的情分，我并不想因为此事让两家成为死敌，这是御赐的伤药。穆青离，算你识相。若是你当时为难婉婉，我定与你不死不休。如此难堪，我与他青梅竹马的情谊被撕了个粉碎。我的大度与端庄维护住了太师府的颜面，可自己到底被池景年连累了名声。你们猜穆青离何时会放下脸面，求回婚约？我打赌就3天。小姐，郡主的请帖，替我拒了吧。好孩子，先去你洛阳的外父家散散心。这一走就是3年。宴会的帖子根本就没有送去武安侯府，他竟不请自来。回来怎的也不说一声，我也好去城郊接你。前些日子京城下了大雪，路难走。池景年不会不知道女子的名节有多重要，被退了婚的女子，哪怕错不在她，也会遭受世人的非议和嘲弄。如今她又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，让我如何能不怀疑她的目的？当初是我太年轻、太鲁莽，伤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所以我今日厚颜无耻过来，只想求你一个原谅。这可是陛下赏赐给武安侯的极品东珠啊！世子竟拿这等稀世珍宝赔罪，可见是真心悔过了。青离，我们青梅竹马长大，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会原谅的。穆小姐怎会是斤斤计较之人？武安侯世子多虑了，池世子文武双全，冠绝京城，如今愿意放下身段求和，穆小姐定然消气了。那都过去3年了，一笑泯恩仇啊！穆小姐就大度的原谅咱们世子爷吧。当初也是这一张张嘴脸，讥讽我被人退了婚，笑话我太师府不会教养女儿，甚至打赌我会痛哭流涕去武安侯府大闹。现在他们又劝我大度，我凭什么大度？凭什么原谅？有劳世子挂节。倒是听闻世子与叶婉仪姑娘成婚2载，得偿所愿。世子的大婚我也没送过什么贺礼，
这东租还请世子收回去，全当我借花献佛了。这叶婉婉可是他心尖上的姑娘，当初为了她，10几年可是坏了名声，丢了助理，甚至不惜和家族抗争。怎么如今问及，却是这般不愿提起的样子？这太师府的小姐罪太多了。把池世子带到空席上坐下。是，郡主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真当别人是任你呼来喝走的物件吗？10几年早已在我的世界淡去，不值得我去关注。青离，你在洛阳这3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洛阳虽比不得京城繁华，却更多了些自由和烟火气息。夜里也没有宵禁，都是西市，可以在灯火通明中热闹一整晚。果然还是南边的风水养青离可比以前更加明媚活泼了。那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子，让人见了就想欺负一下。从前怎么没发现？武安侯世子竟是这般没皮没脸的人，不请自来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有一年踏青，你的纸鸢落在了我家树上，明明你踮起脚就能更到，却哭着跑来寻我。怎么偏偏落得那么高？青年哥哥，能否替我将纸鸢取下来？一些陈年旧事，我倒是不太记得了。世子若是喜欢放纸鸢，可以和世子夫人一起踏青，放纸鸢，速速回场。咦，世子今日怎么没带上世子夫人？连我的吉吉利都一定要带上的人，现在大婚了，竟然藏着掖着，是怕人抢了去吗？武安侯世子夫人是何模样了？3年前能引得世子不顾一切，想必如今应是更加美艳动人才对。那可真是太美艳了，好像要把整个武安侯府的金银珠宝全都披在身上。他不喜热闹，正在府中学刺绣。说起刺绣，青离，你还记得当年送我的荷包吗？苏手引丝心细了，风情万种束云茫。当初你我的情谊，我至今都记得。他这次是真的激怒了我，荷包是不能轻易能送人的。青离妹妹，如今你我定下婚约，你能给我绣个荷包吗？我女红不好，绣出来的东西怕你嫌弃。只要是你绣的，哪怕是个麻袋，我也天天佩戴在身上，绝不离身。当年我想着婚约已成，给自己未婚夫做个荷包也是理所应当，哪料到婚事有变，那荷包就成了不明不白的东西。这10几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和我扯上关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武安侯世子是不是记错了？能为你绣荷包的只有世子夫人，世子该不会看我太师府好欺负，三番二次找我的不痛快？你看啊，青离，这个你还认得吗？我一直随身带着，上面的竹子是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你说盼我节节高升，百折不挠。这就是太师府千金的手艺。池世子这是跟自家世子夫人待久了，审美也变得如此不堪了。此等丑陋的字，出自何人之手，不言而喻。叶婉婉在兄嫂手下的日子不好过，每日干着粗活重活，鸡鸣便起，日落而息。女兄这等细致的活，她哪里会做？这2个字，恐怕还是进了武安侯府之后学来的。青离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，其实我……世子此言差矣。虽然我从小便在母亲的教导下习得针线刺绣，但在此等佳作面前，穆青罗甘拜下风。说得对！武安侯世子的眼光果然特别，就说这荷包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绣出来的。
难怪世子对世子薇一往情深，原来是喜好啊！都说持世子爱重世子妃，看来传言不虚。这绣宫也确实别具一格，不是我等凡夫俗子欣赏来的。肯定是喜欢极了，不然怎么会一直佩戴？在下的娘子绣宫也是一般，在下就没这个勇气让大家瞻仰。到底是不如世子爷情深意重。不是这个，我一直系在腰间的，分明是青离，我是真的拿错了，我心里。武安侯世子夫人到。世子夫人，我都有些好奇，这是哪家皇家寺院里的佛像跑出来了？难怪落雪方才笑得那么古怪，到底是小门小户出身，突然荣华富贵加身，恨不得把能穿的、能戴的全都挂在身上。叶婉婉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我差点都没认出她。其实，官道上的英雄救美，根本就不是我第一次见她。哟，这小丫头模样倒是生得挺水灵。哟，小丫头，这花几文钱一朵呀？小爷我全包了。放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退下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，赶紧走吧。池世子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小姐，要不要我去问问世子身边的人？不必了，一个女子的情窦初开罢了，不需几日，也许就散了。不成想，就是这么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，硬是凭借自己的异乎寻常，得了池景年的青睐。爹，婉婉是儿子心悦的女子，为了她，我宁愿背负退婚的骂名。英雄救美，总是让少年人热血沸腾。上次在贵妃的生辰宴上，她也是这么丢人现眼的。这次浑身上下挂的，竟然比那次还多，肯定是专门显摆给你看的。池景年，这就是你不惜羞辱我，也要八抬大轿娶进门的真爱。我明明警告过他今日不准出门，他非要打扮成这副模样来这里丢我的脸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咱们好久没见了，改日到我武安侯府去坐坐。这种人实在不值得我耿耿于怀。池夫人怕是认错亲戚了，太师府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居然多了一个妹妹。侯府教规矩的嬷嬷是不是偷懒了？怎么让世子夫人装扮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当年世子也喜爱婉婉，让姐姐丢了面子，现在姐姐怪我也是应该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言！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是让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侯府里吗？这里是郡主给我办的宴席，池世子无论是耍威风，还是管教夫人，都该回侯府去。青离，对不住，是我失态了。世子爷，您别生气嘛。我听说穆姐姐回来了，你们在这里给她接风，正巧今早温泉庄子上送了些新鲜的石榴，给没吃过的各位尝尝鲜。他刚才说什么？给咱们尝鲜？几个破石榴，真是可笑。兄长说石榴寓意多子多福，让咱们赶紧生个小世子出来呢。我说过今日不准你出府，
你是耳朵聋了吗？为什么要出来给我丢人现眼？我听说宴会是可以夫妻同来的。青离啊，武安侯夫人过世后，后宅都是由侯夫人曾经的陪嫁嬷嬷管着，侯府后院干净。看如今这样子，倒是叶婉婉管家了，可没人教她该怎么做吗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问你，我原来的荷包呢？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？快还给我！我已经在努力练习刺绣了，这个你要是不喜欢，等我给你绣个更好看的。我问你以前的那个荷包呢？那个太旧了，我就烧掉了。烧掉？你居然把它烧了！我的乖女儿，这3年真是苦了你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当年若不是迟景年当众悔婚，我也不至于离家3载，让父母为我操心。好了，你别在这儿碍事了，先去书房待着。我跟梨儿说几句提子话。梨儿，你可还念着武安侯府那小子？母亲何出此言？当年闹成什么样子，女儿的心再宽，也容不得他那般羞辱。好，不愧是我太师府的女儿，有骨气。3年前你离开京城之后，武安侯府可是闹出了许多笑话。逆子！两家刚退婚，你就急着让他进门，你想让侯府被全京城笑话吗？要是非要娶那个采花女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婉婉是个好姑娘，若我今生娶不到婉婉，我就再也不踏进侯府半步。逆子！你走后没多久，侯爷就奉旨去了赛培平叛，仗是打胜了，但也身受重伤，险些丢了性命。罢了，我也护不了你一辈子了。你若真的想娶那个叶婉婉，我同意了，但是她必须尽快生下嫡长子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多谢父亲。谁成想，大婚当日，武安侯府就闹出了许多笑话。哦，叶婉婉的兄嫂知道妹子攀了高枝，就带着一大群亲戚跑去武安侯府喝喜酒要钱。俺家婉婉可是俺们辛苦养大的，这点聘礼可不够，得加钱。兄长、嫂子，聘礼上我并未委屈婉婉，这是我母亲当年的遗物，我已经送给了婉婉。本侯说过，拜堂之后再送叶家一套3进的宅子，外加1000两白银，这还不够吗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骗人的？万一卖了堂，我们翻脸不认账咋办？就是不是这咋办？没天理了！堂堂武安侯府欺负人了！我家小姐心肌病犯了。迟世子，你娶了叶家女就是叶家婿，还不赶紧跪下给你岳父岳母磕头！你们，我堂堂武安侯世子，竟然让我跪拜2个市井小人！傻欠刀的，连岳父岳母的领费都砸！都是个没娘养的，你咋就比俺们高贵？侯府欺人太甚了！走，咱们去衙门告他们武安侯府仗势欺人！哥哥，嫂子，你们真是……快传府仪！今天这场面比当初太师府小姐被退婚还精彩呢。娶了太师府的小姐，何至于此？到底6礼已过，叶婉婉算是嫁进了侯府。没这么简单吧？当然，这没过多久啊，叶家兄嫂就仗着武安侯府开始招摇闯骗。据说他们刚成亲的那年，迟景年为叶家解决了许多烂摊子。姓叶的，你欠的银两啥时候还？我妹子是武安侯世子夫人，还能少了你的？去侯府找我妹夫要。拿不出印子钱就滚蛋！这可是侯府的买卖。记着，去武安侯府要钱。花销竟比往年多了几倍。白嬷嬷，去账房再给我哥嫂支3000两银子。夫人，您不懂管家也就罢了，如今又任由外戚吸干侯府，老奴就算拼死也要阻拦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白嬷嬷，
婉婉，怎么回事？世子，白嬷嬷偷了我的钗子，还咒我们全家去死。世子明鉴，老奴在侯府30年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是夫人她。闭嘴！婉婉也是你能污蔑的。你倚老卖老，屡次欺辱主母。来人，押下去，掌嘴100。世子，老奴是侯夫人的陪嫁，伺候您这么多年，会不会做出这种事儿，您还不知道吗？侯夫人过世后，老奴尽心尽力打理着侯府，何曾被这样对待过？哼，您趁着侯爷去了军营，如此偏袒那村妇，老奴这条命伺候不起这等主子，今日就告老还乡。这白嬷嬷一走啊，叶婉婉也就成了侯府里的女主人。可她连管家都不会，更何况是偌大的侯府，自然也没人告诉她如何与京中女眷相交，如何处理侯府事务。倒是有趣。就说上次贵妃的生辰宴，史家这位世子夫人可算是丢尽了脸面。先是把贵妃所出的五公主当成宫女，呵斥公主打扮的妖娆，想要勾引男人；随后又把给贵妃的贺礼弄错，送上的是给林家老夫人的帛锦。若不是武安侯军功赫赫，叶婉婉那日怕是走不出皇宫。竟是这般丢脸。父皇，你要替儿臣做主啊！武安侯世子还真是娶了个好妻子啊！多谢皇上夸奖。世子爷，你怎能如此粗俗无礼，毫无教养，像个跳梁小丑一般，让侯府丢了这么大的脸？都是报应啊！当初池景年选择叶婉婉时是怎么说的来着？穆清离，你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，循规蹈矩，木讷又无趣。可婉婉不同，她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哪怕生于困苦，也坚韧不拔，耀眼夺目。当真可笑之极。武安侯为了保住叶婉婉和他兄嫂的命，把半生军功都搭进去了，如今连军权都没了。他们池家种瓜得瓜，挺好。好什么？半年前那小子开始频繁往咱们府里跑，又是给你爹磕头道歉，又是跪地忏悔，看样子是后悔了。他还明里暗里打听你的消息，那话中的意思竟然是想要休妻另娶。池景年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难怪他在宴席上做出那番姿态，频频提及曾经的情谊，竟是想算计我。他后悔了，那我受到的伤害就可以一笔勾销吗？娘，女儿这次回来其实是想告诉你们，外祖父已经给我定下了亲事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快跟我去寻你爹。是怎样的人家啊？你可见到了？你满意吗？那人什么时候上京？老穆，父亲在洛阳给梨儿定了门亲事。岳丈家乃是洛阳的百年望族，定不会委屈了梨儿。你说是谁？我没听错吧？是先皇幼子，当今圣上的亲弟弟，福王李成昭。这怎么行？哪怕年岁相当，可辈分……确实是个好人选。你见过了吗？那人你可满意？我听说福王比当今圣上小了整整30岁。先皇去世后，他就将自己的母妃接到了洛阳封地。梨儿，你与福王是何时相识的？是刚到洛阳的那阵子，表姐怕我想家，就时常带着我去热闹的庙会。你谁啊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要以为人多就可以欺凌他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人竟是福王李成昭。我打的人也是洛阳有头有脸的世家公子。你都已经急惯了，全洛阳的贵女都快相看了个遍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我看上了宇阳周氏的外孙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立刻去请媒人上门。你上回打了他们，
可就不能打我了。那是自然。我现在的名声竟如此幽暗吗？他一回去就告诉云太妃，此生非我不娶。云太妃对我也满意的很，催着外祖父赶紧把婚事定下来。他已经在上京的路上了，说要先去宫里请一道赐婚圣旨。哈哈，这可是天大的体面啊！是啊，看来殿下是重视咱们李二的。青离才回来没几天，这迟景年都已经登门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有各种理由，幸好都被我打出去了。可现在京中已流言，说武安侯府要和咱们太师府重结连理。如果可以，我根本不想再和他们武安侯府有任何交集。可林老夫人停棺749日之后，要在众多宾客的见证时发葬。迟景年和叶婉婉也在受邀之列，算他还有点脑子，没傻到在别人的葬礼上花枝招展的招惹是非。你为什么不愿见我？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私见外男？我怎么是外男呢？你我有婚约，若是我当年娶的人是你，世子慎言！你我3年前就解除了婚约，世子该不会忘了吧？你冲冠一怒为红颜，乃是京中广为流传的佳话。可惜我和李成昭的婚事还未完全定下来，不好拿到台面上说。青离，我后悔了。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不该因为我犯了次错就断得干净。青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那时我年少轻狂，不懂感情是何物，错把一时的新鲜当成了真爱。3年来你也不曾许配人家，难道不就是因为忘不掉我，等我回心转意吗？我知道你怪我及地礼上，让你落了面子，我答应你，一定重新给你个盛大的婚宴，把当年你丢失的面子全都补回来。至于叶婉婉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早就想要休息了。从她嫁入侯府，就把侯府搞得鸡犬不宁。她家那些亲戚几乎每日都要上门打秋风，她的兄嫂更是泼皮无赖，就连她自己也只会给我侯府丢人现眼。青离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可以。这还有完没完了？穆青离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你也在看我的笑话对吗？我是没有你的出身，没有你的才华，可这一切能怪我吗？我想让自己过得好，想不被人欺负，不受人白眼，我有什么错？是我是抢了你的未婚夫，可迟景年是我唯一能攀上的捷径。你有疼爱你的父母，有万贯家财，就算没有迟景年，一样可以嫁给良人，高高在上。可我呢？我只有迟景年了。我们都成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？你为什么不一直待在洛阳？你为什么回来抢我的夫君？如果你只是来和我抱怨这些，那么我就先走了。迟景年说，当年是因为我让你丢了面子，他要我必须亲自来和你道歉，并且告诉你，他会将我贬弃为妾，然后娶你为妻，娶你为妻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居然答应了，不答应的话，他就要休妻，彻底不要我了。我不想离开侯府，我不想再过以前时不国父的日子了。我兄嫂要是知道我被侯府休妻，他们肯定会把我卖掉。你继父，我和你争了，只要你能让我日日见到世子，并且不能赶我走。说他有点小聪明也聪明，企图高攀，也确实傍上了迟景年。可是说不聪明也不聪明，若是嫁入侯府后，虚心和白嬷嬷请教，未必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当家主母。只要她用心去学，早晚也能融入京城女眷的圈子。可她偏偏在抓住一个机会后，又丢掉了所有。你们少一个孩子，侯府那么大，需要一个继承人。再过几日，李成昭就要来了，这府里比过年还要喜庆。我记得落雪之前说过，武安侯的伤势反复，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。看这样子，想要再上战场是再无可能了。侯爷无故来我府中，可有要事？穆大人，当年都是我这顽劣小子不懂事，我是带他过来赔罪的。
像他这样的人，怕是第一次拉下脸面。清离长大了，听说你外祖家对你很好，但洛阳不比京城，你爹娘也舍不得你再走了吧？太师府的教养就是好，不知谁家有福气，能娶来这么好的姑娘。说起来，近日朝中发生了不少趣事，咱们今日不论其他，只谈风月与朝局。除了祭拜祠堂，我何时跪过这么久？穆大人，朝局之事咱们改日再议。今日在下前来，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。既然是不情之请，那就不要说了吧。穆大人说笑了，景年他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毕竟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青离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要不就把青鸾嫁给景年吧。景年以前那段婚事不作数，青罗与他的婚约在先，才是真正的原配妻子。至于叶氏，我会把她安排到庄子上，绝不会让她出现在青卢面前碍眼。武安侯真是好算计，是觉得羞辱我太师府一次还不够。3年前我好好的女儿被你儿子退婚坏了名声，如今你还敢舔着脸上门求娶，我劝你们收了这个心思。我女儿就算是不嫁人，我太师府也愿意养她一辈子。我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也承诺给你一个盛大的婚宴，你为何还要为难我们？你早晚都要嫁给我，这般任性岂不是坏了你我夫妻情分？我父亲都保证叶婉婉不会碍你的眼，你还在计较什么？你已年满18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？你怎么敢？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，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？还是世家公子呢？这痴缠做作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路边的乞儿。时隔3年，我将当年他说过的话如数奉还。既然令爱不愿意嫁人，那就一辈子在太师府尽孝吧。本侯倒想看看，我们武安侯府得不到的人，哪个敢娶？自己说的是，侯府战功赫赫，岂是蜗居京城的太师府能比？穆青离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京城里谁敢和武安侯府作对？你不嫁我，谁敢娶你？待到你父母过世，无依无靠，古佛青灯就是你最后的归宿。沉稳自助都是假象，他依旧是那个眼高于顶的侯府世子，从未变过。青离，有本王在，谁也休想欺你半分。我太师府就算比不得武安侯府，也是京中数得上的人家，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没人愿意娶我？穆青离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圣旨到！太师之女穆青离，端庄贤淑，惠内秀中，乃京中贵女之典范。今赐婚与福王李承昭于年底前成婚，钦此。穆小姐接旨吧。臣女接旨。穆太师好福气呀，多少人盯着福王妃的位置呢，没想到竟然落在了太师府。待到王妃成亲那日，咱家要来讨杯喜酒吃。总管大人客气了，一定。公公辛苦，这点心意还请收下。穆大人客气了，恭喜穆大人，咱家这就回宫复命了。福王，你何时与福王暗通关雎？好啊，穆青离，我就说你为何不愿嫁我，原来是早有了新欢。你可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能哄得福王求来圣旨。池景年，3年前闹着退婚的人是你，我凭什么要为你这种言而无信的小人等待？世子爷倒是霸道的很，只准自己抱得美人归，却不许我另嫁良人。叶婉婉不会是你我之间的阻碍，为了你，我愿意休了她。可你与福王有私，怎么对得起我？你休弃叶婉婉与我何干？你退婚那日就该知道，我此生都不会再嫁给你。不，我那只是一时糊涂，浪子回头金不还。你心里有我，你会一直等着我的。老夫的女儿没人敢娶，年后武安侯见到小女，怕是都要尊称一声福王妃了。父亲，您不是也一直劝我休掉叶婉婉，求娶穆青辽吗？您去面圣，就用您的军功换一道圣旨，好好。陛下肯定会看在您为国朝戎马一生的面子上，收回给父王的圣旨，把穆青离赐婚给我。穆青离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只能嫁给我。
武安侯世子真是好大的脸面，竟要抢本王的王妃。殿下，今日被皇兄多留了些时辰，刚出宫我就赶来了。福王可知，穆青离是在下的未婚妻。哦，青罗是世子的未婚妻，那么婚书可在？那么信物可有？既没有婚书，又没有信物，空口白牙就诬女子轻孕，你可知罪？都是犬子胡说，请王爷和王妃见谅，在下这就带犬子离开，回府后定会严加管教。他倒是个会见风使舵的。刚才听到世子的话，是想请武安侯进宫用军功换赐婚的圣旨。可我听皇兄说，武安侯上次用军功换了世子夫人的兄嫂活命了，武安侯的军功怕是不够用了。当初叶婉婉的兄嫂闹出了人命，大理寺要依法惩治凶手。求您救救我哥嫂！父亲，能否用您的军功换一道赦免的圣旨？哈哈哈哈！殿下好酒量。岳父大人放心，我定会真心对丽儿，绝不会让她受委屈。韩灵昭，我与李成昭大婚那日，武安侯府没有人来。世子，我已经怀孕了。那又怎样？别以为这样我就不会休了你。我不同意，哪怕叶婉婉再不堪，可这孩子也是侯府血脉。父亲，您的伤势更严重了。皇上为了安抚侯府，虽然允许不降等袭爵，但却拿走了军权。现在外面都是看侯府笑话的。这个孩子必须保住，这是爹唯一的希望了。我知道了，父亲。一夕之间，曾经围着池景年的那些世家公子不见了，讨好武安侯府的商户也没了踪迹。你们武安侯府过河拆桥，想休了我妹妹，没门儿！拿1万两银子来，不然我们就去顺天府告你们草菅人命。没天理啊！侯爷世子欺负穷苦老百姓了，我妹妹肚子里可是侯府的种。打断他们的腿，丢出门去！世子，求您手下留情，放过我兄嫂吧！不可能！我的孩子没了，全都没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叶家兄嫂跑来侯府大闹，夫人为了给他们求情，伤心过度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孩子没了。父亲！武安侯世子不孝不悌，气死生父，德行有亏，今收回武安侯世袭，爵贬池景年为白衣，钦此。草命皆止。年关刚过，我和李成昭就要回洛阳了，路上小心，跟程阳努力，早日给咱们太师府添个小外孙。岳父岳母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青柔的。爹娘，你们多保重。去吧。怎么是他？青离，我后悔了，求你别走。云太妃早就来信，说备好了我最爱吃的鲈鱼，就等我回去了。